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海峡的一段惊人故事。这条看似平静的蓝色水道，如今却成了世界强权角力的焦点。日本在二战后首次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德国睽违22年再度派舰现身，甚至越南这样的邻国也罕见地派出军舰自由航行通过。外国舰艇接二连三出没在台湾附近，仿佛在为这条海峡筑起一道无形的防护网。然而讽刺的是，许多台湾人对此却所知有限，甚至有人不以为意。为什么全球都在关注甚至保护台湾海峡？这条海峡究竟有多重要？它一旦被中共完全掌控，又真的会让整个民主世界完蛋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紧张局势和深远意义。台湾海峡南接南海，北通东海，是东亚地区最关键的海上通道之一。别看它宽度不到200公里，却是全球航运的生命线。每年有无数船舶穿梭于此，载运着石油、天然气、原物料和各种商品。据统计，全球超过1/5的海运贸易量要经由台湾海峡运输。简单来说，光是2022年就有约 2.45 兆美元的商品通过这里，这其中包括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货物、日本、南韩的能源供应、东南亚的原料输出，以及欧洲往返亚洲的货柜船。试想，从东京出发的巨型货轮要前往印度洋，多半要先南下经过台湾海峡。同理，从中东开往韩国釜山的邮轮也很可能选择这条最近路径。台湾海峡是东亚的海上门户，一旦这扇门被人锁上，整个区域乃至世界经济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冲击。然而台湾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商贸，它同时也是军事战略要地。自冷战以来，第一岛链包括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形成了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台湾正好位居这道岛链的中心枢纽，而台湾海峡则是这条防线上的关键缺口。如果没有台湾及台湾海峡这道天然屏障，中共海军将长驱直入太平洋，威胁关岛、夏威夷，甚至笼络太平洋岛国，切断美国和亚洲盟友的联系。从地图上看，台湾恰似扼守着中共通往太平洋的出口。往南它隔着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往北通过宫古海峡到达日本附近海域，而正中间的台湾海峡则把中国沿海与外洋硬生生分隔开来。对北京而言，要让解放军海军成为真正的远洋强权，台湾海峡必须在自己掌控之下。反之，对美国和其盟友而言，只要台湾海峡维持开放，中共的海上扩张就受限于第一岛链内，难以为所欲为。正因此，台湾海峡成了牵动全球安全格局的一根轴心。事实上，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曾多次展现维护台湾海峡安全的决心。例如1950年代爆发的台海危机中，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防止冲突扩大。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美国更同时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驰援，震慑了在台湾外海试射导弹的北京当局。可见台湾海峡自二战后便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节点之一。而对周边的日本、南韩等国而言，台湾海峡更如同他们经济动脉上的一颗阀门，一旦被扭紧，经济血流将不畅。据统计，日本约有1/3的进口贸易必须取到台湾海峡，南韩的比例约1/4，其中能源物资所占比重更高，两国超过80%的原油仰赖经此水道北上。东南亚各国的比例也相当可观。试问，倘若有朝一日这条航道被武力阻断，将造成何等经济海啸？可以说，台湾海峡连接的不仅是海洋与海洋，更连接着地区国家的命运与兴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台湾海峡在地缘政治象征上的意义。从西方角度来看，台湾海峡乃至整个台湾，代表着自由世界对共产阵营的最后一道防线。冷战时期，台湾如同自由民主价值的一座孤岛，守护在红色铁幕的边缘。尽管冷战结束多年，但新时代的大国竞争使台湾海峡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与国力竞逐的交叉点。在华盛顿的战略蓝图中，只要台湾海峡保持开放和中立，就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扩张。而在北京眼里，
这道海峡一天不纳入掌心，都是对其大国地位的牵制。可见，台湾海峡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质的军经层面，也体现在深层的国际政治象征。它是自由秩序能否持续主导亚太的试金石。理解各国为何紧盯台湾海峡，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意图。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拥有台湾主权，并不惜以武力统一台湾。对北京而言，台湾不只是土地，更是战略跳板。一旦拿下台湾，整个台湾海峡自然变为中国的内海，届时任何外国船只通过都需看北京脸色。过去几十年，两岸虽然分治，但在国际默契下，台湾海峡一直被视为国际水域，各国船只享有无害通过的自由。然而，这种默契正受到中共的挑战。2022年，中国外交部高调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强调中国对海峡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这番言论震惊国际社会。事实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台湾海峡虽介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但其中相当大部分海域属于公海或各国专属经济区，为国际航行海峡。换言之，各国船只只要不进入对岸12里领海，就享有自由通过的权利。因此，中方试图否定国际水域之说，其实是对国际法概念的曲解与扩张。北京此举显然意图改变台海现状，为未来阻挡美国等他国军舰介入台海埋下伏笔。毕竟，如果台湾海峡被国际承认为中国内水，那么外国军舰要经过时，中国就有借口说成是侵犯主权，进而派军事力量阻拦。除了法律概念上的操作，中共在军事上也频频动作，试图蚕食台海的现状。过去在台湾海峡中线、台海两岸间非正式的分隔线一带，双方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但最近几年，解放军战机、军舰越过中线已成常态，几乎等于默认不承认中线的存在。特别是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中共更大规模在台海展开军演，直接在台湾周边划设演习区，甚至一度模拟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2023年，中共派出航母绕行台湾，出动战斗机、无人机环绕演练，种种迹象表明，北京正加紧为武力犯台做准备。台湾海峡上空不时可见中共军机穿梭，海面上也有中共军舰巡弋，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张。这样的局势对邻近国家和整个自由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大警讯。如果今天北京可以片面声称台湾海峡是自家后院，明天是否会在其他海域如法炮制？南海已是前车之鉴，中共透过在南沙群岛填海造岛，部署导弹，实质控制了整个南海大片海域，无视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其九段线主张的否决。可以预见，如果国际社会对台湾海峡袖手旁观，任由北京予取予求，不仅台湾的存亡堪忧，整个西太平洋的航行自由都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开始以实际行动来防范这一最坏情境的发生。事实上，台湾海峡自二战后便多次成为全球瞩目的危机热点，而国际社会也一再介入化解险局。让我们快速回顾几次重要的台海危机，看各方是如何伸出援手或制衡野心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至1955年之间，当时两岸正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炮击由中华民国、台湾控制的离岛金门、马祖，试图逼退美国对台支持。面对共军猛烈炮火，艾森豪总统的美国政府没有退缩，反而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国会通过福尔摩沙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及澎湖。美国第7舰队加强在台湾周边巡航，甚至有消息称美方考虑过对中国沿海采取核威慑手段。最后，这场危机以北京宣称从大陈岛撤军、暂停炮击告一段落。美国强力介入使台湾免于沦陷，也树立了美国捍卫亚太盟友的信用。第二次台海危机紧随其后，在1958年再度爆发，这回北京再度炮轰金门，企图消耗台湾守军。同样地，美国立即援助台湾军队，
派出海军护航台湾运补船只，派遣先进战机驻扎台湾，并公开表示一旦中共登陆台湾本岛，美军将直接参战。这种明显的安保承诺让北京有所忌惮，尽管金门战况一度紧张，最终在国际压力下，中共宣布单边停火，改为隔日炮击的单打双不打模式，危机逐渐降温。2次台海危机奠定了几项关键原则，台湾在自由阵营的庇护网内，而美国海军的存在是阻止中共冒进的关键砝码。冷战后，台海在1995至1996年又迎来第3次危机，这次北京的手段从炮击升级为导弹威胁，为阻挠台湾首度民选总统以及抗议美国允许李登辉总统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多枚导弹进行演习，制造恐慌。当时台湾社会一度出现股汇市动荡，民心不安。然而克林顿政府决定强势回应，派出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赴台湾附近海域，美军航母独立号和尼米兹号抵达台湾东方公海上巡弋，向北京展示毫不含糊的军力投射能力。眼看战争一触即发，北京最终适可而止，在台湾完成总统选举后停止了军演。这场危机成为冷战后美中在亚太的首次严重对峙，也让新一代台湾人亲眼见证了国际干预的重要性。若非美军震慑，中共导弹试射是否会变成真打实攻，谁也无法保证。进入21世纪后，台海局势虽一度因两岸交流增加而缓和，但潜在风险始终存在。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中共祭出反分裂法等事件，都曾引发紧张气氛。真正最近一次逼近实战边缘的，莫过于2022年佩洛西访台引发的危机。当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中国强烈反对，访问台北，成为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治人物。北京震怒之下，在台湾周边6个海空区域同步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向台湾东北、西南、外海发射了多枚东风导弹，其中一些飞弹还越过台湾上空。中共军舰也短暂越过海峡中线，逼近台湾本岛附近海域，加剧了武力侵犯的印象。这被视为一种实质上的封锁与恫吓演练。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衅，美国迅速联合盟友做出反应，美日出动情报与监视资产，全程掌握共军动态，并在演习结束后接连派遣军舰通过台海，表示不承认中国片面设立的新现状。随后，加拿大、英国等国军舰也纷纷航经台海，以行动力挺航行自由原则。也正是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了日本、德国、越南等罕见地采取前述强硬行动，一改以往模糊态度。历史一再证明，每当台海陷入风雨飘摇之时，国际社会的及时介入都是稳定局势的关键。那么，进入2020年代，在中国军力更为强大、地缘政治角力激烈的新局下，国际社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守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呢？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看看几个关键国家的作为。首先登场的是日本。回顾历史，日本在2战后采取了极为克制的国防政策，奉行专守防卫，自卫队军舰很少踏出临近海域，更不用说涉足敏感的台湾海峡。多数时候，日本对中共的军事挑衅采取低调处理，尽量不激怒北京。然而，近年来东亚局势的变化，让日本逐渐改变了策略。2023年底，日本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度明确指出台海稳定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并规划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力量。更惊人的是，2024年9月，日本破天荒派出一艘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连号，从东海驶入台湾海峡，由北向南全程航行穿越。这是日本自2战以来首次以自家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虽然日本官方未大肆张扬此事，但消息传出后，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日本此举被视为一个重大信号，日本不再避谈台海问题，而是用军事行动表达立场。一方面，日本此举旨在向区域各国宣示维护区域安全与航行自由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共频频挑衅的一种警告。过去，中共军机绕日，军舰在日本近海出没，已让东京忍无可忍。日本高层清楚意识到，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尤其日本西南方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离台湾只有100-200公里，一旦台海爆发战事，日本本土势必卷入战火。所以日本近年一改往日低调，积极加强军备，不仅购买远程飞弹，提升防卫预算，还开始尝试突破某些禁忌，例如让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次通过台海几个月后，2025年2月，日本又被媒体披露，派出秋月号驱逐舰单独由北向南航行台湾海峡，展现更强硬的自由航行立场。对曾经奉行和平宪法，战后从未出兵海外的日本而言，这些举动可谓划时代的巨变。日本的转变其实有迹可循，早在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就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扩大自卫队在所谓存立危机事态下可采取的行动，为未来协防盟国留下空间。2021年，时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日本可能视为存立危机事态，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这番话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却反映了日本决策圈思维的转变。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也频频发声，直言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呼吁政府正视台海威胁。尽管安倍本人已不幸遇刺身亡，但他留下的战略理念正影响着后继者们。从军事准备上看，日本如今也释放出前所未见的积极讯号。政府宣示将在未来数年把国防预算从 GDP 的约 1% 提高到 2%， 这意味着日本军力将大幅提升。自卫队正部署更远程的反舰和对地导弹，包括从美国引进战斧巡弋飞弹，以便在台海有事时对解放军沿岸基地进行反制。另外，日本已在本国西南端的与那国岛、石垣岛部署飞弹部队和雷达站，加强前线感知与威慑能力。2023年，日本更破例派遣一名国防省现役官员常驻台北，负责与台湾方面联系、情报交换，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突破。凡此种种，皆显示出日本早已将台海可能的冲突视为自身防卫计划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未来若台海本当平静，却突然风云变色，日本自卫队将不会袖手旁观。当然，日本国内也有人担心介入台海战争会招致中国报复。然而，随着中共军力膨胀与周边恫吓升级，多数日本民众也开始明白，退让并不能带来安全，只有做好万全准备，联合盟友下阻侵略，才可能避免战火临身。因此，日本舆论对防卫政策转向强硬的支持度明显提高。历经70多年和平岁月的日本社会，正逐步走出战后阴影，准备在现实威胁面前承担更多责任，守护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区域和平。讨论台海安全，美国的存在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毕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就是西太平洋秩序的主要维持者，也是台湾最强大的潜在后盾。早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下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中立化该区域，防止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发生冲突。这实际上确立了美军长期巡弋台海的传统。之后数十年，美国虽与中国在1979年建交，但同时制定《台湾关系法》，明文要求美国维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该法律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也暗含着美国不容许台湾以非和平方式被并吞的决心。军事上，美国第7舰队常年巡弋在日本、关岛等地，随时关注台海动态。几乎每当台海紧张升温，美国的神盾级驱逐舰或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就会穿越台湾海峡，以实际行动证明该水域是国际水道。例如2022年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之后，数周内美国就派舰通过台海，向盟友和对手同时传达讯息，美军不会被冻下出局。此外，美军还在西太平洋保持强大的空中力量，包括驻日驻韩的战机和定期派遣的 B-1BB-52 战略轰炸机巡航。美国的情报资源也密切盯防着中国军队在沿海的动向，透过卫星、侦察机第一时间掌握解放军的风吹草动，以防范突发状况。外交和战略层面，
美国近年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强调维护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国际水域航行自由。为此，美国积极凝聚盟友，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网络，包括召集日印澳共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推动强化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防务合作，如2023年美菲扩大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开放更多菲律宾基地供美军部署，以及深化美英澳 AUKUS 军事技术同盟。这些举措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围绕中国可能的扩张进行多边下阻，把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被问及若中国犯台是否出兵，他虽然每次都回答会，白宫幕僚事后又声称政策未变，但许多人认为这些言论透露出美国对防卫台湾已趋于战略清晰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对支援台湾的共识正前所未有的高涨，无论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们频频推出友台法案，推动对台军售加速。2022年8月，时任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警告访问台北，更展现了美国政坛挺台的氛围。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依然小心翼翼避免激化局势，例如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也避免与台湾建立正式军事同盟，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技巧。然而，一旦中共铤而走险启动战端，多数观察家相信美军将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对华盛顿而言，退让台湾意味着整个西太平洋防线的崩溃，等于拱手让出全球超级大国地位。总而言之，美国在台海扮演的是维持平衡与下阻者的角色，它的军力存在和外交斡旋，既给予台湾生存保障，也向北京划下红线。没有美国，很难想象日本、欧洲各国会如此坚定地投入资源关注台海。可以说，美国是这张保护网的组织者和中枢枢纽。未来，美国的政策走向将深刻影响台海局势。如果美国继续团结盟友，严守现状，则北京投机冒险的空间有限；但若美国内政出现变化，全球角色退缩，台湾处境恐将更加险峻。因此，当台湾人民仰望天际海平线上一艘艘驰援的舰影时，不难想象，其中必有星条旗随风猎猎，象征着美利坚对这片海峡不变的关切与承诺。日本不是唯一行动的远方国家，德国这个远在欧洲的经济强国，也在悄然调整对亚洲安全的参与。过去，德国对印太地区军事议题相对低调，一方面因为历史包袱，战后德国对海外军事行动格外谨慎；另一方面也出于经济考量，德国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不愿轻易得罪北京。然而，近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敲响了警钟，欧洲深切体会到独裁政权扩张的威胁，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东亚。毕竟，中俄在全球舞台上常联手抗衡民主国家，台海若生战，欧洲绝非置身事外。2021年时，德国海军曾派出巴伐利亚号巡防舰前往印太巡航，试探性地显示德国对区域稳定的关注。但当时该舰并未通过台湾海峡，而是绕道他处，以免刺激中国。然而仅仅2年后，德国态度再进一步升级。2024年9月13日，德国海军派出的2艘军舰巴登福腾堡号巡防舰与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自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自2002年以来整整22年都没有出现过的画面。当年德国最后一次派舰来此，还是在风平浪静的千禧年前后。如今德舰重返台海，时空已大不相同。德国此举在欧洲国家中开创了先例，无疑是强力信号。即便与台湾相隔万里，欧洲主要国家也认知到台海安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德国国防部长甚至亲自向媒体证实此事，强调这次航行是为了展现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而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正是其中一环。以往欧洲国家多半对台海冲突采取观望态度，毕竟优先关注点在欧洲本土。然而，随着中国近年在经济与军事上对欧洲施加影响，例如经贸施压，在联合国立场对立，欧洲也逐渐警觉，若让中国在亚洲为所欲为，欧洲的安全与繁荣最终也会受波及。
德国军舰横跨半个地球来到台湾海峡巡弋，正象征这种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德国、英国与法国等欧洲老牌海军强国，也在近年增加了在台海的活动。早在2019年4月，法国海军巡防舰凡德米埃尔号就曾航经台湾海峡，中国为此暴怒，撤回对法国参加中国海军阅舰式的邀请。然而法国不改其志，在印太地区持续保持军事存在，包括在留尼旺岛等海外基地部署军舰，定期巡航南海与西太平洋。同样的，英国在脱欧后寻求全球英国角色，2021年派出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首的打击群前往远东，英国护卫舰里奇蒙号即在那年穿越了台湾海峡。此后，英国军舰又陆续于2022年、2023年数次航经台海，并高调表示这些都是例行航行，符合国际法。对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而言，在远东重拾影响力不仅是战略考量，也带有维护航行自由传统的历史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其他民主国家也都参与了台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加拿大海军常与美国一同派舰通过台湾海峡，例如2021年10月，美加各一舰联袂穿越，引发中国抗议。澳洲则作为印太区域的盟友，更是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台海的各项巡航任务。2024年9月，在前述日本驱逐舰联号通过台海时，澳洲与纽西兰军舰也随行穿越。对纽西兰来说，这甚至是睽违7年的首次重返台湾海峡。这一系列动作串联起来，便是一幅国际联盟维护台海现状的图景。从北美到欧洲，从亚洲到大洋洲，多国以实际行动表明，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开放是全球利益所在。也难怪有评论形容，如今台海之上热闹非凡，几乎成了自由世界海军的团建路线。在西方盟国积极行动的同时，亚洲邻国中有没有出现类似的声音？越南的例子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些参与者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越南。提起越南，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与美国曾为敌，以及它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政权。但就是这样一个过去与北京同文同种、政治制度相似的邻国，近年却日益警惕中国的扩张，并开始巧妙地向国际社会靠拢。越南与中国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1979年，两国还爆发过边境战争。近年在南海的主权争端也时有摩擦。可以说，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在东南亚国家中是数一数二的。尽管如此，过去越南在台湾问题上相当低调，毕竟他也不愿公开触怒强邻。然而，当北京在南海和台海一路强势，越南也逐渐感到自身处境不安。就在2025年，有消息传出，一艘越南海军军舰悄然航经台湾海峡，成为越南史上首见的举动。当被媒体问及此事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不仅坦然承认，还明确表示，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各国享有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与过境的权利。这等于公开反驳了中方台海非国际水域的说辞。越南方面强调，他作为沿海国，希望各国依法行使权利，包括在这条供国际航运使用的海峡享有航行自由。如此直白的表态，放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越南的动作意义重大。首先，它表明连区域内的中小国都担心北京对台海的野心。越南深知，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北京吃掉，下一个可能就是南海，自己赖以生存的出海口将遭封锁。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未雨绸缪。因此，越南选择站出来，和远道而来的欧美日澳军舰一起宣示对台海航行自由的支持。其次，越南的加入稀释了北京鼓吹的西方干预亚洲事务论调。中国常批评美日等是域外国家插手，但越南可是在地邻国。北京总不能说越南是在替美国当马前卒吧？越南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实际行动表明了立场，这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一种示范。面对霸权，不必一味退让。观察越南近年的外交路线，可以发现其正谨慎地寻求大国平衡，避免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一方面，越南仍维持与中共的党际交流与表面友好，但另一方面，
它也大幅加强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例如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亲赴河内，将美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越南能给予他国的最高外交等级。此前仅中国、俄罗斯获此殊荣。同时，越南开始考虑从美国购买先进军备，以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这一切背后，凸显越南试图以多元外交对冲中国压力的战略考量。南海问题也是驱动越南立场转变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在南海大举填海建岛，设立所谓行政区，并频繁骚扰越南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石油开采活动，让河内政府深恶痛绝。2014年，中国在争议海域强行架设钻油平台，曾引发越南境内大规模反中示威和骚乱。可以说，越南对中国的戒心是用血与泪换来的，他绝不愿再次沦为附庸。因此，当北京把贪婪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时，越南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台海失守，南海恐怕更难守住。正因如此，越南选择在敏感时刻向国际社会靠拢，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派舰通过台海，讲几句公允话，对北京也是一种震慑。越南民间对此举也表现出支持态度，越南媒体和网络舆论普遍对政府据理力争航行自由表示赞赏，认为这体现了越南作为沿海国的自信与主权意志。一些越南学者更指出，河内此举是一个战略讯号，越南正将台海纳入自身安全利益范畴，未来不排除与美日更多合作以牵制中国。当然，越南仍会在大国之间保持一定平衡，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看到一个不再畏惧表态的越南，这对其他东盟国家也是启示。面对区域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坚守与智慧，而不是只能在沉默中被各个击破。这一消息传出后，台湾方面也倍感振奋。台湾外交部罕见地对越南的行动表示欢迎，感谢越南以行动支持台海现状与区域和平。毕竟历史上台越交集不深，双边也无正式邦交，能获得越南这样实质的声援，对台湾而言意义非凡。它证明了台湾海峡的稳定真的是各方共同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为首的大国游戏。可以看到，无论远在欧美还是近在东南亚，各国都逐渐加码参与台海事务，为的就是防范最不愿见到的局面。然而假使最坏的情境真的发生，台湾海峡的这把保护伞被撕破，民主世界又将面临怎样的风暴呢？既然有这么多国家愿意不远万里保护台湾海峡，那么问题来了，台湾海峡要真被中共吃掉，对世界会有多可怕的影响？有人可能会想，台湾不就是个小岛吗？中国若统一了台湾，难道真有那么严重？事实是，影响可能超乎想象。首先，从军事战略看，第一岛链将彻底失守。台湾位于岛链中央，一旦落入北京之手，中共军队可以驻扎台湾岛，部署飞弹、雷达、军舰乃至核武器。那时，美日联军过去依赖的岛链围堵战略将被打破，整个西太平洋的力量平衡向中共大幅倾斜。解放军海军将长驱直入西太平洋，可以直接威胁关岛，甚至逼近夏威夷。在亚洲，大陆势力范围将急剧扩张，日本和南韩等美国盟国将首当其冲地暴露在中国军力之下。失去台湾这道屏障后，日本的西南诸岛可能面临巨大压力，美军在冲绳和九州的基地也将近在咫尺地受到中国导弹瞄准。试想，北京若在台湾建军港和空军基地，美国航母再进入台海，甚至巴士海峡，都将困难重重。可以说，台湾一旦易手，整个亚太的战略版图将被改写，民主阵营节节败退。其次，从经济角度看，后果同样严峻。前文提及，台湾海峡是全球贸易枢纽，如果北京控制了这条海峡，就等于握住了一条海上经济命脉。届时，中共完全可以将经济利益武器化。比方说，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可威胁切断日本、南韩的能源供应航路，以逼迫这些国家就范，或是在与欧洲谈判时，以干扰欧亚航运相要挟。当然，有人或许认为现代经济互相依存，中国也不敢轻易封锁航道伤人害己。但别忘了，战时或紧急状态下，
经济利益往往让位于战略图谋。一旦台海发生战争，中共很可能迅速在周边布设雷区，派潜艇巡弋，把这片海域变成高风险的战区。即使战后，北京也将以胜利者自居，要求各国通过台海时向其报备，甚至缴纳通行费，从而彻底颠覆现行自由航行的秩序。更不用说，台湾本身就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台湾是半导体超级大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晶圆代工厂。如果中共掌控台湾，不论是接管其半导体产业，还是因战火导致产能中断，对世界科技产业都是灾难性的打击。假如北京垄断了台积电等企业的技术和产能，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掣肘，军事上也可能失去尖端芯片供给的稳定来源。民主世界的科技领先优势恐怕不复存在，未来全球技术标准与供应链都将向中国倾斜。政治层面而言，台湾的存亡对全球民主士气的影响更是巨大。台湾身为亚洲少数的自由民主灯塔，一直被视为民主价值在东方的试金石。如果台湾被武力并吞，意味着一个自由社会被集权强行扼杀，这对全球崇尚民主的人们将是沉重打击。同时，美国及其盟友的公信力将严重受挫，其他盟国会怀疑，连台湾这般亲近的伙伴美国都保不住，那他日自己遭袭，美国还会伸出援手吗？盟友体系可能出现裂痕，更多国家转向与中国搞好关系以求自保，届时所谓民主联盟恐怕土崩瓦解，整个国际秩序将向着对专制政权有利的方向重组，这绝非耸人听闻。试想当年二战期间，倘若纳粹德国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与苏伊士运河，英美的战略处境将何等危急。台湾海峡至于今日的民主世界正有几分类似的地位，如果它被集权势力收入囊中，全球自由阵营将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从经济上直观地说，台海战火一起，全球就会立即迎来金融市场的震荡与产业链断裂，航运保险费率将暴涨，货轮不敢靠近战区，亚洲制造的电子产品、零组件无法顺利运出，欧美市场上可能出现供货荒，特别是半导体现代经济的石油供应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台湾出产全球超过60%的先进芯片，战争一旦让台积电等企业停摆，不仅消费电子产品短缺，欧美尖端武器生产设备也会因缺乏芯片而生产受阻。曾有学者将此情景称为龟顿崩坏，原本保障台湾安全的芯片供应地位，反过来成为全球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场台海冲突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可能比肩上世纪大萧条。再看长远战略影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遭受重创。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却战败，那无疑是自越战以来最大耻辱，国内信心将崩盘，国际盟友也可能作鸟兽散。即便美国选择不介入，放任台湾沦陷，其结果同样严重。盟友会质疑美国承诺，敌对阵营则嗅到软弱气息。亚洲的日本、南韩也许被迫发展自主军力，甚至核武以自保。亚太地区从此进入军备竞赛和无序状态。更糟的是，若中国挟台湾之胜攫取东亚控制权，下一步或许会将目光投向更远处，加强对印度洋、非洲、拉美等地的渗透。西方长期建立的国际规则，从航行自由到人权民主，可能被北京主导的新规则取代。换言之，台湾的命运可能决定着21世纪前半叶世界秩序的走向，要么维持以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的开放体系，要么跌入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瓜分的幽暗丛林。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对台湾2300万人民的直接影响。如果台湾被并吞，那将是二战后自由世界最大的挫败之一。一个蓬勃的民主社会将被强制置于集权统治之下，其人民可能失去言论自由、选举权利和生活方式。对照香港在国安法下自由凋零的景象，我们有理由担心台湾人民会经历更沉重的代价。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灾难，也是价值观的巨大倒退。民主国家若无法阻止这种悲剧发生，将严重打击自由主义的普世信念，助长极权主义的气焰。在这意义上说，台湾的存亡不仅关乎地缘政治，
更关乎人类对何种价值体系适于人类社会的信心。台湾若亡，民主理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综上所述，台湾海峡绝非仅仅一道地理名词，它承载着世界经济的血脉流通，更是自由与专制两种秩序角力的前线。也难怪今日我们目睹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在此穿梭巡弋，从日本到德国，从美国到越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目的只有一个，确保这条海峡不会落入单一势力的掌控，确保台湾不会在孤立无援中沦陷。对台湾而言，国际上这股支持的力量弥足珍贵。有些台湾民众可能提出质疑，台湾海峡既属公海，各国自由进出，包括中国军舰也能来去，这跟保护台湾有何关系？实际上，正因为各国坚持将台海视作公海，中国才无法将其据为己有。如果国际社会晋升退让，让北京宣称的内海化成真，那么中共军舰就不只是也能来去，而是将独占这片水域，不容他人踏入。届时受到伤害最大的恰是台湾自身被海上围困，孤立无援。因此外国军舰定期巡弋台海，不是替台湾打仗，但却在营造一种安全环境，防止中国片面改变现状。这种保护是潜移默化而间接的，但极为重要。或许有部分台湾民众过去对外国军舰通过台海不以为意，认为那只是大国角力的表象，离自己生活很远。但事实正相反，那些遥远国旗下的军舰之所以出现在台湾门前，是因为台湾的前途与他们息息相关。当日本、澳洲乃至欧洲国家都投入心力维护台海安全时，台湾更没有理由掉以轻心。毕竟外援固然重要，最终决定命运的还是台湾人民自己。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台湾更需团结自强，加速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巩固民主制度的韧性，向世界展现守护家园的决心。未来的日子里，台湾海峡或许仍将波涛汹涌，充满各种角力与变数。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自由国家保持警觉与合作，北京就难以轻易将台海私有化。在一艘艘军舰巡航海峡的背后，是各国传递的明确讯息：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试图以武力破坏这里的和平。这样的讯息也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安心。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并不孤单。当然，我们也期待危机永远不要发生。但正所谓遇和平先备战，世界各国在台海展示力量，恰恰是为了避免战争降临。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都在保护台湾海峡？因为保护台海，就是在维护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定与繁荣。而这条蔚蓝海峡的未来走向，也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台湾海峡的浪涛之声，早已不只是两岸间的私语，而是全球共同的关切。我们每一个身处自由世界的人，都有责任去倾听，去守护这片海洋的脉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民主之光不会在暴风雨中熄灭，让自由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穿越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航向更远的未来。